晚上和朋友在平兴郡火箭路牛排这里吃了一顿饭，然后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吃完饭我们聊聊天，吹吹牛。现在9点钟我们回去。其实从这里离我那里距离是相当远的，大概有10好几公里吧，15公里以上。原来刚来越南的时候打出租车差不多要打25万到28万之间。现在骑摩托车的话，顺利的话要半小时。我们现在往回去赶。这里是属于平兴郡啊，这附近中国人特别多那如果说你很多中国朋友来到越南之后，他第一站就选择住在这个平兴郡，因为平兴郡的中国人很多，商圈也还可以如果在胡志明市呢，就是选择在平兴郡的很多。那如果做生意开工厂的呢，在平阳，在隆安在同奈比较多。隆安德和是比较多，因为隆安的工业区小工业区很多。西宁呢是大工业区比较多，西宁省离这边也没有多远大概也是100公里以内吧。就是实际上它是特别大的工厂是蛮多的。那中小企业呢，一般都选在隆安选在平阳选在同奈边河这种周边的省。胡志明市里边因为受这个土地价格的限制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我这边是越南的一个公园，平兴郡的一个叫莲潭还是什么，几个月不走这儿我都记不清了，叫什么公园？晚上公园里面这个灯火通明非常的热闹而且新来越南的朋友呢，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晚上你可以在这公园周边转一转有很多流萤这个你只要看一看千万别动脑筋别小心被人仙人跳了大家只是当一个景就可以了这边有很多女孩子在边上每天晚上都有。现在还是比较早，9点钟算是比较早的，晚上的时候再晚一点会更多但是大家就拿它当个景这里有一个转盘，要从转盘这绕一下。如果是白天的话，我喜欢走那个红旁路这边我就走这个后江路。后江路呢是第6郡这边了这里是后江路上。后江路是第6郡，第6郡一直通到第5郡。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整个后江路这段路来拍一下。越南的商店就比较多一点，像边上卖衣服的药店这生活气息很浓重。而且再往前一点是那种小吃街特别多，卖小吃的商店特别多，但是它也不是统一成小吃街的那种规模就是它很有那种夜市的感觉，但是不是一家一家，是那种零散的，相对来说那种小吃店很多的那种这边是婚纱店一些咖啡店衣服店都比较多。这里有些楼建的也是非常气派那这边是贫富差距很大的第6郡这边呢，以前是华人是比较穷的华人住在这边。越南统一之前是比较穷的华人住在第6郡，相对来说比较穷就是富一点的那第5郡肯定是再富一点了。然后第3郡、第1郡那种住在那里的华人是比较富的。这边有很多保留着统一之前的那种老房子，也是很破的，就给人感觉很旧但是还是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依然是保持着原貌。其实走在第6郡的街道上来看一看、走一走的话，还是能感受到
在越南的统一之前的那种原有的味道。这后江路非常长啊，后江路有几个点儿是，比较有名气的，比如平西市场啊、今天市场啊，这几个大市场都在后江路上。这边有一家肯德基，啊，在越南肯德基生意是很好的，啊，吃肯德基的年轻人也比较多。但是，越南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肯德基、麦当劳，它是有咖啡卖的啊，在别的国家是没有咖啡的，或者说可能没有吧，反正在中国是没有咖啡的，对不对？现在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这街道两边这种小吃店啊就特别多了啊，餐厅就比较多了啊。有的餐厅呢，就是白天不是餐厅，那晚上了才是餐厅。这边吃东西呢就特别多，而且还有越南特色的一些餐厅啊，粉店啊、烧烤店啊非常多。然后过了这座桥呢，就是进入了一个相对来说又富一点的地方了。我指的是统一之前啊，就是房子建得更漂亮啊，有高楼大厦啊，楼房盖得更好一点的地方。因为在统一之前呢，这边相对来说过了这座桥，这边就比较富了。啊，在越南很好玩，就是有这种特别小的寺庙啊，就是你看着门头很小，里面很漂亮。这边鞋店都比较多，啊，在街道对面有很多咖啡店，很多餐厅，啊，这边摆了很多这种卖糖水的店，卖果汁啊、糖水啊，生活气息特别重啊。啊，刚刚过了桥有个剧场，啊，我没有在意，我没有看到，就是一晃就过去了。那叫红莲剧场，在越南非常有名气。它是唯一一个用中文表演的剧场，纯中文表演的剧场。啊，那里的表演的节目很少有是越南语的，基本上都是中文表演。它是一个华人剧场。哦，在这里，我以为过去了，是没有过去，就在这里啊，我的右手啊。啊，这里就是红莲剧场啊。如果到越南了，想感受一下越南的华人文化，那就是来红莲剧场来看他们的演出啊，支持一下他们。而且门票也不贵，一般的门票价格20万到50万，那根据座位的前后有变化。啊，这里生活气息就更浓了，感觉像到了闹市一样啊。这两边你看，每一家店门口都摆着这种，吃东西的或者喝水的啊。这里还有什么海南鸡饭、火锅。哇，路边人是蛮多啊，这边很多人。啊，这里还有一家德发饼家。德发饼家在越南是越南华人开的一个饼店、面包店，啊，做面包啊、糕点啊、蛋糕啊。
这里都是做烧烤的，炸的一些东西，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哇，这个卖糖水的地方啊，聚了好多人呢。越南晚上很多越南人晚上有那个喝糖水的习惯，早上喝咖啡嘛，对不对？早上喝咖啡，下午也喝咖啡。那晚上如果喝咖啡，可能就睡不着觉了，当然会喝一些甜的饮料。在越南做糖水是特别牛的，你很少能找到，就是像越南这样这么多品类的糖水。这个非常甜的饮料，就是他们越南的华人都叫糖水。统称糖水。好，我的右手边呢是越南的平溪市场，这平溪市场非常有名气啊。老魏的视频早期拍摄过平溪市场，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做太详细的介绍了。平溪市场晚上也边上就非常热闹啊。这是卖越南的这个一些小特色的小吃，都是干货，这边车上都是干货。那这里每天晚上还都有演出，非常热闹啊！周末的时候特别热闹，经常有演出这里。我也受这个华人大姐邀请过我来这边看演出，这非常非常有生活化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左手边，这是一家越南品牌的鞋店。这家鞋店我来买过鞋，它服务质量很好，就是鞋有什么质量问题，拿给他，他就帮你维修啊。如果说是质量问题啊，他可以再给你换，服务售后特别好。越南本土的鞋店。过了平溪市场呢，到前面就是金边市场了。这个想来越南做生意的中国老板一定要到金边市场转一转说不定就有你的，你就能找到你的客户或者是你就能找到一些机会，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商机嘛，或者了解一下越南的这个市场，来这边是比较好。这边左边呢就是海上朗悟街了，就后江路到这里已经结束了，这是海上朗悟街了。我海上朗悟街老魏也特意专门拍过一集，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把那一集找出来。到前面就是我就走到了昨天我拍视频的地方，就是海上朗悟街第8郡第1郡那个路口到了那个路口，也就是周文连街这个路口就到了周文连街，周文连路。到周文连路就是到了昨天我拍视频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是衔接起来的。然后昨天我走过的路就可以回到我住的地方了。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